马尔。老鬼呢？老鬼吃什么？Un café americano, gracias。你要可颂吗？账单来了啊，这个咖啡con leche1.8欧元，可颂1.9欧元一个，然后咖啡 americano 是1.8欧元。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12号啊，是西班牙的国庆节。我们呢，今天也是来这边碰碰运气，因为本来我认为国庆节应该他们是休息的，但没想到他们今天还开着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，想讲什么呢？就讲一讲，很多人啊，他如果来西班牙旅游，或者说啊在西班牙生活，那么他们是怎么喝咖啡的？就他们在菜单里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选项，每种咖啡各是什么？虽然就是我在欧洲很多个国家我都去，就是旅行过啊，或者说旅居过啊。对。但是对于西班牙的咖啡，我刚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会有一点迷茫。因为比如说他们基本都没有菜单的。啊，对，他们基本都没有菜单，而且就是我们比如说去意大利的话，基本我们会点什么 espresso 啊，还有 latte。还有那个摩卡，对吗？那么还有 cappuccino 啊，这是我们都比较比较熟悉的，比较熟悉的。但是来了，gracias，just gracias。那么我们的可颂面包来了啊，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可颂面包。对。那么。我太太呢，她点的是这个咖啡con leche，咖啡con leche，对，咖啡con leche，就是咖啡加牛奶，它有点像那个，它有点类似于意大利的 latte， 拿铁咖啡。拿铁咖啡吗？对。但是它是拿这个杯子，我感觉看起来像 cappuccino 啊。那么我点的呢就是 Americano， 就美式啊。其实你在西班牙主要有几种那个咖啡的类型，点的最多的大家点的是什么？在西班牙就是在咖啡店还有酒吧点的最多的是4种咖啡，一个就是你点的咖啡 Americano，还有我点的咖啡 con leche，还有一个就是咖啡 solo，还有一个就是咖啡 cortado，就这4种是西班牙最常见的咖啡。那咖啡 solo 是就是 espresso 这种是吗？它类似于 espresso，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。它都是用这种就是小小的玻璃杯装的嘛，然后它的那个量稍微比 espresso 要多一点点，就是它的浓度稍微要淡一点。对 ，espresso 是更少。对，更浓更少。然后像那个咖啡 cortado 的话，它就是在那个咖啡 solo 的基础上，然后再加一点牛奶奶泡，就是一小杯这样的奶咖，就也是风味更浓，感觉就不像咖啡 con leche 是有大量的牛奶加入的。我一开始的话，我是以字面的意思去了解那个咖啡 solo，我认为它只有咖啡，对，只有咖啡。然后就我上次去点了一个嘛，我一喝我就觉得很少，但是它确实又不像不像 espresso 那么浓，对，那么浓。espresso 好像就像那个喝酒里面那种什么 tequila 那种，就是一杯很小的冻在那对，就很浓缩的。对。其实我喝咖啡还是比较，就是我忠于一种咖啡，我好像只喝这个，就是美式咖啡对，你每次都点美式。对。我就比较喜欢喝奶咖，就我一般都是点咖啡 con leche 或咖啡 cortado。像我不想喝那么多牛奶的话，我就点 cortado。那他们西班牙它有那种就是 cappuccino 吗？它没有。我觉得这种传统的酒吧咖啡店一般没有人点这个，但你如果去就是城市里面稍微连锁或稍微摩登一点的咖啡店吧，肯定是有的。像我们这边都是他们，我们这边没有传统的。对，我们这边基本就是这4种咖啡，还有一种咖啡，就
叫咖啡蹦蹦，是西班牙特有的咖啡。蹦蹦，对，它也是用那个咖啡 solo 的小杯子、小玻璃杯，然后但是它下面是一层炼乳，就我觉得其实有点像越南咖啡。越南是滴式的，对，它是那种上面有冰块，然后上面是往下一滴滴滴。这样都是炼乳的嘛，炼乳咖啡，它就下面放一层炼乳，然后上面再加一个咖啡 solo。那个咖啡蹦蹦，我一开始我看到有，但我没有敢点。啊，那个特别甜。对，我一开始以为里面是放酒的，因为我以为是蹦蹦酒放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蹦蹦酒？蹦蹦酒反正就是一种那种像鸡尾酒的一种东西嘛。因为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就西班牙人是很喜欢喝酒的嘛，所以我就没有敢点那个咖啡蹦蹦。我一般点的最多的是咖啡咖啡 Americano， 还有就是咖啡con leche。对。这是我点的比较多的。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咖啡con leche，它里面那个 leche，跟那个意大利里面那个 latte，是很接近的。他们应该都是表示源于就是拉丁语系，它长得很像那个字。都是表示牛奶的意思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个 latte 就是咖啡con leche，他们两个是应该是一个东西。但是西语里面就西班牙他们好像这个字面的意思非常的怎么说，就是直译的感觉，咖啡加牛奶。对，吧？咖啡con leche。那么在西班牙，像喝这样的咖啡的话，价格其实我认为应该是不贵的啊。对，就比起很多地方，我觉得就是比起国内的话，算很便宜了。你就不跟国内比吧，你就跟很多地方比。国内现在它有瑞幸咖啡也不贵，瑞幸咖啡好像就我跟上海的咖啡店比哦，就你坐下来，就你不跟连锁店，对，那他们的价格一般也就是1.5欧到2.5欧之间，对吧？好像没有喝过贵于2.5欧的这种个体单体咖啡店的，对吧？这是他们最基础的一种那个饮料。我感觉一般咖啡 solo 的话就1.5欧吧，然后加奶的像那个咖啡con leche 啊，Gordado 大概就是在1.8欧。每个咖啡店定价不一样，反正就1.5欧到2.5欧吧，稍微贵一点的就2欧或2.2欧都有的。但是我一般很少在外面去点咖啡，因为我们都在家喝呀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家喝，而且就是我觉得咖啡这个东西，你喝多了以后，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个人喜好在里面的，个性化的东西在里面，对吧？比如你说那个，就说这个咖啡con leche吧，每个人喜欢打奶的那种密度或者厚重的程度，或者那奶温度奶泡多少也都不一样。所以就是我在外面喝，好像我每次现在我就觉得，除非好像就是大家坐下来要聊些什么事情，就必须要点一杯。但我现在基本上我也喝那个agua con gas，我不怎么喝这个咖啡con leche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外面喝咖啡嘛，它的咖啡豆肯定是没有你在家里面喝，就没有你自己买的那么好呀。对，因为他们应该也不太会用那些什么100%阿拉比卡豆去做。就你喝美式，你肯定是很能感受得到的。对。像我喝奶咖的话，就可能感受还稍微淡一点。对。就你喝美式的话，这个感受是特别明显的，就是它豆子好不好。它的这个味道感觉就深烘，然后是有点那种焦的感觉。但其实你在家喝美式的话，你是喜欢喝那种就是中烘的豆子，然后带一点那种果酸味的，对吧？就有一点清爽的感觉的。就我觉得你喜欢的口味偏向于就是手冲咖啡的感觉。对，我比较喜欢喝，就是说它是带一点回味的，然后酸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咖啡其实我喝下来，我现在喝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危地马拉，还有哥伦比亚的咖啡。对，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豆子还不错。对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。那么镜头前的你们了解了吗？如果你们也想来西班牙旅游什么的我们再说一遍吧。哪几种咖啡？
咖啡 solo，咖啡 solo 就是单体的咖啡，黑咖啡比较少的啊。对然后，咖啡con leche，咖啡con leche 就是带牛奶的。对，也跟那个 latte 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咖啡 americano，咖啡 americano 就是黑咖啡加上更多的水，对，就是美式加热水，就是美式啊。是的，还有咖啡 cortado，咖啡 cortado 就是咖啡 solo 加一点点牛奶。就是咖啡 solo，黑的咖啡上面加一点点奶。是奶泡还是牛奶？牛奶加一点奶泡。那就是你又想有一点点牛奶，没那么苦的人，我觉得很适合这个。对对对。然后呢？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特有的咖啡蹦蹦。咖啡蹦蹦有点像越南咖啡的，上面加一层炼乳的，上面是黑咖啡的，好吗？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做对，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下。对，我们做一下，把刚才那些咖啡都做出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教大家做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